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美玲。你有沒有發現呢？一夜之間，中國那些曾經被吹上天的超級基建正在集體變臉。地鐵呢，不再是城市的名片，而是吞金的怪獸。深圳地鐵一年狂虧了300多個億，柳州輕軌砸了近200個億，只留下了荒草叢生的橋墩。這些工程已經成了地方財政的無底黑洞。錢花光了，城市沒熱鬧起來，債卻是一座比一座還高。更殘酷的是，這些虧空最後還是由普通人來買單。今天呢，我們就來扒開中國基建神話的外殼，來看一看那些年砸進去的天文數字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變成勞民傷財的現實噩夢的。山西西咸新區這條曾被官方高調包裝成西北第一治軌的治軌示範線1號線，如今結局多少有些諷刺。前後砸進去約7億人民幣，建設周期拉了將近10年的時間，結果真正跑起來還不到3年，就悄然停運了。在不少人眼裡，西咸治軌堪稱是西安軌道交通建設史上最具爭議的項目之一。剛建成的時候呢，號稱其可以一邊承接昆明池、詩經里、歡樂谷等熱門景區的旅遊客流，一邊呢可以解決周邊新城居民的日常出行，同時呢還要打出西北首條智能軌道交通的招牌，成為了區域交通創新的示範樣板。剛開通那陣子呀，官方還推出了免費的乘車體驗，熱鬧程度一點不輸新景點開園。有不少市民遊客專門跑來打卡，評論區裡呢全是西安越來越現代了，這就是未來交通的感慨。但是呢，這種熱鬧本質上還是嘗鮮經濟。免費期一過，新鮮感迅速退潮，問題也開始一個一個的浮出了水面。真正用起來才發現，這條治軌在通勤效率和實際的便利性上，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美好。跑得不算遠，靈活度也是一般，在不少路段甚至還不如公交車來的順手。班次不密，和地鐵、公交的換乘銜接呢也是很不順暢，很難培養起穩定的出行習慣。結果呢就是客流一路往下掉，到了後期啊，單趟列車能坐上10來個人都算是業績不錯的了。即便是早晚高峰期，車廂和站台也常常是冷冷清清的。西安公共交通它的公交站是在這一片，這個花壇這个位置以前在推一個車位的位置，現在全部沒有了。以前這個花壇就是人站的地方，現在全部沒有了。以前這裡是站人的地方，現在種花，然後導致建了這個公交道的話，占了1個、2個、3個、4個、5個，占了1、2、3、4條車道，占了4條車道，我覺得很不划算。這政府是怎麼算的這個賬呀？占了4個車道，而且現在是早上7點29分，應該是上班的一個高峰的起點，但是也沒有看到很多人坐公交。這是市中心的一個大站，現在也沒有太多人坐公交車，大部分人選擇的還是電動車和自駕。有網友說，停運以後呢，圍欄一拆，道路一放開，周邊路段反而是更通暢了。不少當地居民直言，這項目看着高大上，實際上就是一個燒錢工程，幾億元投入了，基本都是打了水漂。更尷尬的是，線路基建本身也沒有能按當初的藍圖走完，實際運營的範圍呢，長期停留在昆明池站，後續多個站點遲遲未能啟用。原本設想着串聯景點、帶動旅遊的功能大打折扣。另外呀，據公開資料顯示，它是經國務院批准立項的，在論證和建設的階段呢，官方反覆強調其示範意義，宣傳口徑裡充滿了填補西北地區治軌技術空白、建設周期短、投資成本低、兼顧運量與經濟性等關鍵詞，一度被描繪成技術創新和財政效率雙贏的樣板工程。但是呢，現實運行的結果與當初宣傳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多名受訪人士指出，這項項目從立項之初就帶着濃厚的政績工程色彩，更看重首條示範創新的象徵意義。而對實際出行的需求呢，人口分布結構以及長期運營能力的評估明顯不足。
在廣西柳州，如果您站在市區公園的觀景台往下看，您就會發現一條穿城而過的主幹道旁，整整齊齊地豎着一排排高高的鐵路橋墩，延伸好幾公里。但是奇怪的是，鐵軌呢根本沒影兒。不少網友看到了照片或視頻都直呼，真是橋墩蓋好了，路沒建好呀。這條輕軌工程本來是2016年的12月啟動的，總投資高達126億人民幣，計劃今年投入運營。可惜呢，好景不長，工程在2021年前就停擺了，只留下這些橋墩和幾個孤零零的車站，輕軌遲遲沒有開通。柳州輕軌原本規劃了226.8公里的線路，要建124座車站，15個換乘站，一共是7條線路。聽起來呀，氣勢十足。可是呢，8年過去了，列車呢一輛都沒見着。爛尾的背後，責任人也沒有跑掉。原書記鄭俊康和市長吳偉先後被查處了，吳偉一審被判死緩，鄭俊康被判了16年半。他們的罪名之一呢，就是未經國務院批准，就用舉債融資的方式強行推進輕軌項目。多年以後，柳州市軌道集團發布通告，說要拆掉桂柳路北側的墩柱和附屬設備。施工現場的視頻顯示，工人們從橋墩底部鋸開，就像鋸樹一樣，一根橋墩要耗上1到2個小時，費用大約是10萬塊。接下來的墩柱被切成小塊運走，但埋在地裡的部分還是留在了原地。這一建一拆，讓不少柳州網友吐槽，當初就不該建，現在呢又白花錢拆掉。還有人調侃道，這些橋墩都快成了古蹟了，過年都沒拆完。實際上呢，直到今年的1月上旬，社交媒體上還能看到大量的橋墩還沒有拆完。萬象城附近的輕軌站拆掉圍擋的視頻一出呢，更讓網友猜測，拆得慢是不是在投石問路呢？那麼如果說前面講的智軌輕軌是地方財政緊繃之下的一種低配替代方案，那麼深圳地鐵的財報就是把傳統地鐵模式的底牌直接先給大家看了。根據深鐵集團披露的2025年的半年度報告，今年的上半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是72.84億元，同比下降了21.67%，規模淨利潤為負的33.61億元，繼續虧損。再加上2024年的全年深鐵集團規模淨利潤虧損高達了335.66億元，這兩季合計短短僅僅1年半的時間，累計虧損已經接近了370億元。以前被同行當教科書研究的深圳地鐵，這回呢可真的是翻車了，而且翻得還不輕。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呢？說白了呢，不是人不坐地鐵了，是深圳地鐵自己都承認客流量還在漲，但賣票從來就不賺錢，票價被政府管的是死死的。2024年的上半年，光是軌道建設和運營，就還有大約是13億元的缺口，填都填不滿。那麼深圳地鐵過去靠什麼賺錢呢？但大家其實應該都知道，不是地鐵，而是房子。所謂的 TOD 模式呢，說的高大上一點就是軌道加物業，站成一體化。那麼說直白點呢，就是把地鐵上面周邊寫字樓、商場、酒店、廣告位全開發一遍，用房地產和物業收益反過來養地鐵。這套打法呢，過去10多年，深圳地鐵玩的那叫一個熟練，也確實賺到過真金白銀。可問題就是牌桌變了。2021年之後，房地產一路下行，泡沫破裂，地價、房價、成交量全都在縮水。DTO 賴以生存的那塊土壤正在一點一點的塌陷，項目還能交付，但利潤呢已經是明顯變薄，站成一體化的毛利率幾乎被腰斬了。賺錢速度遠遠跟不上成本與利息的增長。更現實的是未來的壓力。按照深圳地鐵自己的披露呢，截至2023年的9月底，站成一體化在建項目的計劃總投資接近2000億元，後面呢還要再砸將近900億元進去。土地多，項目大，放在房價一路上漲的年代是一個優勢，可放在現在這種環境之下呢，更像是一個隨時可能壓垮現金流的重擔。
也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才會說，深圳地鐵由盈轉虧，其實呢是一個信號，中國的地鐵系統靠房地產養地鐵的黃金時代差不多走到頭了。最近呢，中國又一項萬億級的基建工程上馬了。這一項宇宙級別的大工程是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站，投資呢大約是1.2萬億元人民幣，工期至少要10年。光聽着數字呀，就讓人瞠目結舌。這個項目選址可不簡單，高海拔、人口稀少、地震多、地緣敏感，決策呢又不透明，所以國際媒體和網友們都炸開了鍋。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廠甚至直接建在了中國實際控制線附近，離印度控制區只有1步之遙。新加坡聯合早報引用四川省地質局前高級工程師范曉的話提醒了，這地方地震頻發，建個超大型的水壩風險極高。那麼更為重要的是呢，西藏本地的能源需求其實沒有那麼迫切，西電東送成本又高得驚人。換句話說呀，這工程更多的是為了 GDP 投資呢和稅收好看，對政府和相關利益集團來說誘惑巨大，好像網友說的各方利益分好了就開工了。社交媒體上討論也是五味雜陳，有人說呢，這項目讓人想起了水利專家黃萬里。40年前他反對三峽水電站，但力挺雅魯藏布江水電站。當年墨脫縣連條像樣的公路都沒有，他卻大膽主張在這裡建世界最大的水電站，理由其實很簡單，雅魯藏布江落差高達2755米，簡直就是一個超級大電池。而且呢，印度下游早已建了10幾座電站。當然了，也有人支持這個項目，覺得技術上可行，勘察已經有50年了，涵洞方案成熟，只要不穿過斷層，8級地震都不怕。未來電力需求巨大，AI 算力也要用電，多建設幾個電站，國內外輸出效益都不錯。甚至有人調侃呢，在印度頭上壓一個大壩也是震懾嘛。但批評聲音呢也是很大。有人說呢，這完全是經濟不景氣下的基建大雞血，搞大項目拉 GDP， 順便扶持鋼材、水泥、電力設備龍頭企業。而且呢，墨脫運輸條件極其差，建材設備運過去都是一場噩夢。公路剛開通沒幾年，1年中還有幾個月根本走不了。還有網友更直接感嘆，這就是中共文化的延續，大躍進式的拼命建。三峽水壩高鐵道上山，污水深埋，幾代工程把自然環境折騰的是七葷八素。另外呢，習近平推的千年大計雄安新區，其實呢也很難繞開這個話題。一提到雄安，很多網友腦子裡第一反應那基本就是2個詞：爛尾工程，或者叫做空城奇觀。這座被官方反覆包裝，號稱關係未來100年的萬億級的造城項目，從2017年的4月正式設立到現在，已經是整整7年了。當初雄安的規劃可以說是非常的宏大，官方給它的定位是要幫北京減負，把一部分政治、教育、科研和產業功能疏散出來，打造一個全新的現代化的超級城市。各種藍圖看起來都是很震撼呢。高速公路、軌道交通、地下綜合管廊、智慧城市系統，幾乎是按照未來城市的模板在打造。根據公開的數據統計，目前累計投資已經超過了6700億元，還有超過200家央企機構被要求進駐。那麼問題就是，規劃聽起來是很壯觀，現實卻是多少有點尷尬。很多去過雄安的人呢，都會有一個很直觀的感受。樓是建得很漂亮，道路修得又寬又整齊，但是呢，就是人太少了。尤其是這2年，不少網友拍過現場的視頻呢，雄安高鐵上看上去非常的氣派，可大廳裡呢，經常是空空蕩蕩的，站台安靜的就像是博物館一樣。有網友甚至調侃說，晚上經過那裡還有點陰森感。就連像春節這種傳統的出行高峰，大年初7，高鐵站裡的人流量依然是少得可憐。那麼於是呢，問題就慢慢的浮出來了。
投入這麼多錢，真的可以換來當初承諾的繁榮嗎？會不會變成一種花大錢做面子工程的典型案例？現實推進過程中，雄安的搬遷和功能的疏解，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順利。有些單位搬遷節奏非常的慢，甚至還出現了所謂的軟抵制現象。習近平自己都3次親自跑去雄安視察，還特別強調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的，要求相關機構不能夠拖延，要加快搬遷速度。但從整體效果來看，規劃和落地之間落差還是挺明顯的。除了人氣不足，雄安本身的地理條件其實也不算是特別理想。這個地方呢，地勢偏低，防洪排水一直是個大工程。旁邊的白洋淀生態環境也是比較脆弱的，城市用水和環境用水高度依賴南水北調。據官方的數據顯示，過去5年已經向雄安調水大約是25億立方米，其中呢，相當一部分是用來做景觀水系、綠化和生態修復。那麼問題就在於，這樣的高成本投入到底能夠維持多久？目前外界呢，其實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再加上極端天氣越來越多，一旦出現大規模暴雨或洪水，對新區本身也是個不小的挑戰。那麼更有意思的是呢，政策層面其實也出現一些微妙变化。2023年，習近平再次去雄安視察時呢，強調了一句話，大概意思是不能憑個人好惡，該搬的就得搬。這話聽起來呀，是在給搬遷進度加壓。但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中央又修訂一條反浪費的條例，明確提出要嚴禁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避免因為重大決策失誤造成資源浪費。很多觀察人士都覺得，這多少像是在給類似雄安這樣的大項目敲警鐘。如果投入巨大卻遲遲看不到實際的效益，就必須開始考慮風險控制。當然了，雄安情況也不是孤立。在中國過去的幾十年的城市發展過程當中呢，大規模投資打造新區的案例並不少見。從三峽工程到部分地方的交通樞紐和新區的開發，都曾經出現過投資巨大、回報週期很長，甚至效果存疑的情況。只不過呢，雄安的規模更大，政治意義更高，也因此更容易成為觀察中國發展模式的一面放大鏡。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